男人只是下电梯时摸了一把扶手，结果他刚走出商场，手里的咖啡就掉在了地上，而他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一个好心的路人见状走了过来，大哥，这可不行乞讨啊！突然，男人的嘴里开始喷射白烟，随后他便倒在了地上。这时，街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出现了男人的症状，他们满脸通红，七窍生烟，相继扑倒在地。不过这时，一个善于归纳总结的大妈好像发现了问题所在，她提醒路人 ：“Don't move. I think when they move, they die.” 此时街上已经死了一大片的人了，只有少数几个没动的幸存了下来。佛伯勒接到报案，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由于案件比较诡异，所以他们请来了一位见多识广的博士。在排除空气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后，博士带着助手来到了尸体旁边，看着夸夸冒烟的尸体，博士确定他们都是死于自然。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们骚起来了呢？机智的博士打算从尸体上寻找线索。我操，你这大金表，属实我是挺相中的。突然，博士发现有一个女人正死死地盯着他看。正在博士陷入甜甜的幻想之时，女人的一句话打破了美好的氛围。博士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提出想要给女人扎一针抽管血，用于化验，只会有一点点疼啊，你忍着点，相信我。女人讲话了，这话怎么跟他对象昨天说的这么像呢？感情这是你们男人专业话术啊，可现在也没有办法，要扎就扎吧。博士干净利落的抽了一大管子，突然博士在女人的手上发现了一大块埋汰地方。Where did you get this smudging on your fingertips? 女人看了看自己埋了八胎的小手。 The escalator, maybe?伴随着屋里袅袅升起的白烟，博士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边让佛伯勒检查电梯，另一边让助手检测女人的血液。很快助手就发现血液中的细胞都被破坏了。这一般情况来讲是病毒入侵导致的结果，可由于设备有限，要等到回实验室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病毒。这时佛伯勒也有了重大的发现，他们在电梯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装置。博士大眼一瞅，马上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原来根本不是病毒。这是一种最新型的纳米机器人，凡是被它寄生的人，只要修微一动，机器人立马就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从而导致宿主体内发生自燃。被它寄生后，唯一能苟活下去的方法就是保持一动不动。可这种机器人寄生的越久，就会越来越敏感，宿主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了找到解决这种机器人的办法，博士把女人带回了实验室。这时女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痛苦。通过仪器的监测，助手发现女人的体温已经飙升到了105度，女人满脸通红，豆大的汗珠瞬间从她额头冒了出来。她紧紧握住小美的手，浑身一个劲儿的抽搐。这时博士的药终于做好了，他赶紧给女人扎了一针，药物很快就起了效果，女人的骚也退了下来。佛伯勒这边，他们调取了商场的监控，找到了在电梯里放机器人的嫌疑人。通过这团马赛克小美立刻就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是一个在逃的危险分子，而他毕生的夙愿就是毁灭世界。可现在问题来了，他的野心的确是不小，不过他没有那个智商啊，更别说制造机器人的技术了。博士连夜对机器人进行了研究，结果真的就从中发现了端倪。他发现这款机器人的制造工艺极其的特殊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熟练的掌握它，那就是他上幼儿园时的同学八面佛博士。可八面佛早就死了呀，难道当初的死讯是假的？博士清楚的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八面佛是多年前的一个元旦，自己当时正在住院，八面佛来医院看望他。可这时有人提出了质疑，女人说八面佛在那年的圣诞节就已经死了，他又怎么可能在元旦那天去看望你呢？博士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托关系调出了当年医院的访客记录，结果真的没有发现八面佛的信息。博士怀疑有人篡改了资料，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上的指纹已经无法提取了。不过这可难不倒足智多谋的博士，他将访客记录带回了实验室，当场进行了一波烧操作。博士从烤箱中取出一个柠檬蛋糕，接着拿起水果刀将蛋糕一分为二，然后取出事先放在蛋糕里的小纸条。这时纸条上慢慢浮现出了指纹。助理见状直呼神奇，原来博士在蛋糕里加入了自己研发的人体组织再生药物。这种药物在90度到100度的环境下会促进人体组织的繁殖，所以原本的指纹就出现了。不过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在这么多的指纹当中找出八面佛的指纹好像不太现实这时助手发现纸条的角落上有一块埋汰地方，博士当场拿起来纸条闻了闻，然后又舔了舔。八面佛最喜欢杏仁油，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和外贸公司签订了协议，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杏仁油代理商。博士立刻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去八面佛以前的港口一探究竟。他坚信八面佛一定还活着，还真就让他猜对了。八面佛不仅活得好好的，并且还亲手策划了自燃事件，而这还只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接下来他准备毁掉这座城市。说着话，一道光柱从天而降，强烈的光柱瞬间击碎了大厦的玻璃。小美赶紧把还没出门的博士跟助手叫了回来。助手很快就查到，在大厦的下边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博士当场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八面佛的杰作。这道光是通过卫星反射到地面的太阳光，等这道光柱击穿地面的时候，就像把一根火柴扔进了一桶汽油里，这威力足以炸毁整座城市。博士在玻璃上嘁吱咔嚓的涮了起来，很快他就锁定了控制卫星的地方。小美跟小帅来到了博士说的地点，果然发现了2个卫星控制器。两人按照博士教给他们的方法关闭了卫星。突然一个黑衣人从背后冲了出来，砰嚓就给了小帅一棒子。可身为佛伯勒的小帅也不是白给的，他左一炮子右一炮子，然后一个铁山靠就
把黑衣人给撞在了控制器上。随着一阵电火花闪过，黑衣人直接就硬那儿了。这时博士跟助手也来到了八面佛的港口，可他们刚一进入港口，助手就被人打了黑枪。这时八面佛缓缓走了过来。其实无论是自然事件，还是后来的光柱事件，都只是他留给博士的线索，而他真正的目的只是想要见博士一面。至于见他干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故事到这儿就完事儿了。这是美剧《危机边缘》其中的一个小故事，感兴趣的家人们可以去看看原片。告辞。